我重生后变成了一副盔甲，而且还是只有空壳没有肉体的那种。但此刻我却被一个家族奉为传家之宝，甚至还要用族中唯一可以修炼的少女向我献祭，企图唤醒我体内蕴藏的魔力，来对抗强大的外族魔修。而我在面对浑身充满灵力的少女时，却并没有选择将其吞噬，而是附身在她身上与其共生。只因我前世是一名纵横仙界千年的仙王，在一次秘宝轮回珠的抢夺中被好友背刺，这才重生到这副铠甲身上。而就在我考虑怎么样才能化形为人时，突然一道系统声音响起，最强铠甲系统已激活。随后一连串数据就出现在我的魂海，身份洛神魔甲，境界无，境界提升方式吸收灵血，100能量点可以开一次盲盒，当前可免费开启一次。天赋技能恐惧，消耗一定量的灵血后，可以将近身的活物控制3秒。我查看数据后明白，吸收灵血就能提升境界，拥有各种修仙或修魔特殊体质的人，其血被称之为灵血。当务之急是寻找这类人。至于这个盲盒，我很好奇，随即意念点击盲盒，下一秒就炸出一道白光，获得了一张可引动天地异象的炫光卡牌。正沉浸在其中的我，突然被几道说话声拉回。扫视四周后，我发现这里是一个祭坛，我就在祭坛上，周围聚着一群人，说着什么魔甲蕴含可怕力量，其中还有一个少女满脸绝望的被绑着。忽然我的魂海中浮现出一道信息：苏半夏，16岁，灵虚仙体，已被制毒摧毁，但仍具备灵血。通过周围人的交谈，我明白，原本苏半夏是家族中唯一可以修炼的人，并且在游历红尘时被仙门长老看中，从家族带走，从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短短3年，苏家便成为洛城第一家族，这也导致苏家膨胀，仗着有苏半夏的身份肆意扩张，结下不少仇家，连修炼者都不放在眼里。而如今他灵根破碎，成为了凡人，所以苏家家主为了抵抗即将杀过来的仇敌，想到了动用老祖早年从外地带来的魔甲。原本只要吸干20名女子的血，魔甲就能在半天内复苏，拥有神魔之威。可眼下仇家来得太快，魔甲也无法及时复苏。但家主想到苏半夏以前修过仙，哪怕跌落为凡人，但他的血应该能让魔甲的复苏时间提前，所以就将苏半夏抓到祭坛捆了起来。此刻苏半夏愤怒地看向家主，家主则冷冷逼视：为了家族，你就当牺牲一次，死你一个，总比死苏家全族好。苏半夏见状自嘲一笑，原来即便是亲戚也可以狠心到这个地步。紧接着他的手腕被割破，血如涓涓细流染红了魔甲，他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他好像看到了小时候为家族效力一辈子，最后死在家族仇敌刀下的父亲和母亲。他渐渐地闭上眼，忽然苏半夏脑中出现一道声音：即将被献祭的少女，你想活命吗？苏半夏的眼神空洞，流着泪轻声道：我想见父亲和娘亲，我不想活了。见状我顿时愣住了，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？这个时候你应该在绝望中向我臣服，然后在黑化中爆发，不愧是我看中的人，本座今日就救你一次。随即我就使用了一张炫光卡，下一秒天空乌云密布，雷霆炸裂，一道黑色光束自苏半夏身上的魔甲冲天而起。苏家家主见状跪在地上大笑：来了！魔甲吸血之后便是复苏之时，周围的长老们也是纷纷跪地。以前魔甲复苏没有这么大的阵势，果然跟半夏的血有关。而这时苏半夏却被魔甲托起，离地3丈，他身上的魔甲正在不断贴合他的身体。3息过后，苏半夏散发着魔气，如一尊来自于黑暗深渊的女神。但他突然眉头轻皱，只见魔衣内层伸出密密麻麻的尖刺，扎入他的全身各处，吸收他的鲜血。同时我的魂海中浮现一道道信息：获得人宠苏半夏，激活新天赋掌控，可强行控制人宠身体，激活新天赋强化，强化拥有10大形态。当前魔甲解锁第1形态暗星魔衣，可增幅30%的伤害。见状我被惊到了，吸灵血竟然可以直接转化为境界，境界分为精气境、灵台境、云海境、天门境、超凡境、贤圣境、圣境，无论哪一种境界修炼起来都无比复杂，在这期间还得小心翼翼，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。而我吸收灵血就可以直接转化成境界，简单粗暴到极致。照这样修炼下去，不出60个呼吸我就能达到精气境，而且还没有半点副作用。这时苏半夏轻哼一声：你不是要救我吗？我怎么感觉我要死了？流血太多，他最终晕了过去。见状我赶紧停止吸血，同时扫了眼进度，灵血转化为精气境的进度55%，人已晕倒，只能由我来控制。开启天赋掌控。随后苏半夏忽然睁开了双眼，那双失去高光的眼睛变得极其富有压迫力。这时祭坛下家主小心翼翼地开口：侄女，你听得到吗？因为魔甲以前只会吸血，不会附身于祭品身上，可现在苏半夏不仅没被吸成人干，似乎还获得了魔甲的力量。我控制苏半夏转过头看向家主，冷声道：侄女也是你能喊的，要喊也只能喊爷爷。家主愣了一下，他以为苏半夏已经被老祖附身，当即换上一副哀叹嘴脸，开口喊了一声爷爷。而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感觉门外有一道黑影拖着魔气向我袭来，是魔修，看那气势是精气境。苏家家主惊慌大喊道：是七刀门供奉的魔修，魔甲大人，快出手灭他！与此同时，七刀门的人以持刀杀入苏家府邸。七刀门属于凡俗势力，聚集着一伙武林好手，因苏家的肆意扩张而与之结仇，此刻已率先掀起杀戮。晚了，本座的速度是出了名的快，我来不及反应。魔修狞笑，手持一把骷髅头匕首，直接捅向苏半夏的大脑。他之前被魔甲引起的异象所惊到，便在暗中观察，然后得出一个结论：杀掉魔甲附身的女子，那魔甲就在无威慑里，他本就是为了魔甲而来。七刀门只是他用来监察苏家的工具。此前因苏半夏的身份，他不敢乱动，直到苏半夏被门派驱逐，他才匆匆来此。他的速度确实很快，这是积蓄已久的爆发之速。手中的匕首直直对准苏半夏的额头，出了名的快吗？我不屑地笑了一声，随即默念一声天赋发动，恐惧。而此时魔修眼看自己接近了苏半夏，便狞笑一声，施展2次爆发秘术。这秘术是他的拿手绝招，可以瞬间再度爆发出恐怖速度。只见下一秒他就近身了苏半夏，受死吧！吃我一招密奥义暗影瞬杀术，然后我的恐惧天赋就被触发。只见魔修的头顶出现一个被拉扯的黑色
色鬼舞，那是被恐惧的表现，而魔修的身体则不由自主的转身，从哪里来就飞向哪里去，那速度确实是出了名的快。短短3秒，魔修便化为残影，从苏家府邸飞出，撞在前进路上的高楼墙体，脑袋如西瓜般开瓢，死的不能再死。此刻所有人，无论是七刀门还是苏家护卫，都被这一幕惊骇，他们想不通魔修为何想不开，竟一头撞墙自杀了。但很快他们就反应了过来，也许魔修不是自杀，而是被苏半夏身上的魔甲施法造成。七刀门的人吓得扔下刀就开跑，魔修已死，他们哪还敢报仇，纷纷跑路。苏家主一个劲儿的催促爷爷将七刀门赶尽杀绝，我一个眼神他就安分了。不好，为了发动恐惧天赋，抽了一大口苏半夏的灵血，体力不支，我入住苏半夏的身体，此刻感觉到苏半夏的身体正在逐渐冰凉，心脏跳得越来越慢，这副身躯要被我玩坏了。随后我对苏家家主说道：100年以上的药材或珍宝，特别是补血一类，送过来。魔甲想给半夏侄女补身子，苏家主联想到这个念头，内心咯噔一跳，有了不好的预感。他感觉虽然赶走了一批仇家，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，因为魔甲并没有沉睡。你去将魔修的尸体带过来，别动歪心思，我已用秘法监视。我看了眼苏家四长老，冷冷道。四长老身体一颤，赶紧压下内心的多余心思，带着人就去背尸。此时我缓缓从空中落地。其实我现在无境界，并不会飞行，只是因为炫光卡的视觉需要，我才能借机飞起来。眼下炫光卡已用完，我便回到了地上，找了张石椅休整。很快一碗药汤送到我手里，苏家家主为表忠心，从药汤里倒了一小杯，亲自服下。他不敢闹事，魔甲用诡异手段让魔修自杀，早已震慑到了他们。我控制苏半夏喝下，肚子里暖洋洋的感觉席卷全身。不过几个呼吸，苏半夏的体温就开始逐渐回升，但距离好转还早，需要休息。正好我开始查看起自己的身体数据，灵血转化为精气境的进度55%，硬度凡人级，能量点3。随后我被其中一道数据吸引，之前并没有3点能量。我的目光看向手中的碗，这药汤中的药是多少年份的？我看向苏家主，此时苏家人正在打扫战场，不过苏家主不敢走远，听到我的话，他小心陪笑。魔甲大人，这是300年份的，原来如此。100年份的药材可获得1点能量，300年份的药材可获得3点能量，即便是人宠服用，我作为魔甲也能受益。能量点是个好东西，能提升魔甲的硬度，还能开盲盒。于是我借用余威，让苏家拿出100年以上的药材，并将其熬成汤，可口服的100年份以上的珍宝则直接送来。这果然是个祖宗啊！家主暗暗叫苦，预感成真了。仇家走了，但又来了个更狠的，但他又不敢不从。那魔修的死可是历历在目啊！不多时，100年药材熬成汤，一碗又一碗的送来。在苏家主事喝之后，我便控制苏半夏喝下，吸收200年药材，能量点+2；吸收100年药材，能量点+1；吞服300年真果，能量点+3。也许是服用太多，获得能量点时，开始出现信息提示。可惜凡人收藏的天材地宝，大多只是300年以内的年份，500-600年份的不超过5指之数。对于凡人来说，这已是最珍贵之物了。我全给吃了，只攒到67点能量。不过苏半夏却得到大补，他的肌肤在发热发烫，体内造出大量气血，在4肢百骸中流转，估计很快就能醒了，又能吸几口了。我心中狂喜，一旁的苏家主和长老们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苏家几十年的积蓄快被霍霍完了。魔甲大人，您要的尸体。四长老背着魔修的尸体来了，放下吧。我看了眼这名出了名的快，脑袋跟被捏碎的番茄似的，这家伙真穷啊，估计是个散修。我摸索魔修的宝物，只得到一柄普通飞剑、一把匕首和2株人参，唯一让我瞧得上眼的也只有人参了。我将飞剑和匕首放在一旁，拿起人参端详，随后扯下一节根须，放在嘴中品尝，吸收1000年珍宝的1/10，能量点+1。我嘴角一翘，对修士来说，1000年及其以上年份的天材地宝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宝物。这魔修有1000年份人参，属实正常。我不再思索，直接将人参生嚼，吸收1000年珍宝，能量点+10。数个时辰后，苏半夏苏醒，他以前是个修士，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身体里还存在一个灵魂，且占据了身体的主动权。你别什么都往我的嘴里塞，会很难受的。他那细腻悦耳的声音回荡在脑海，你不怕我吗？我诧异的回应，世间修士无非修仙修魔2种，我曾是北天仙宫的弟子，学习过很多关于魔修的知识。少女的声音平静的好似认命，前辈应该是魔甲的器灵，因对我的血产生兴趣，才附身于我，而我沦为废人，只能任由前辈鱼肉，所以挣扎是无用的。苏半夏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，也是经历宗门和家族摒弃这种事，人多多少少都会改变，有觉悟。我清冷一笑，奋出意念，控制少女身上的暗星魔衣，魔衣出现一根根尖刺，刺入苏半夏的肌肤。苏半夏能感觉到刺痛，却无法做出反应，身体被魔甲控制，他只能旁观。前辈以后能不能别全身上下的吸？苏半夏羞于启齿，却又强装镇静的开口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魔甲的构造让我忽略了这一点，当即收起大部分尖刺，只吸手臂和脖子处。我问你，苏家的天材地宝可还有？苏半夏认真道，我知道苏家的秘宝藏在哪，另外我家挺有钱的，而钱能买很多上百年的药材和珍宝。苏半夏平静的开口，虽然他以前远在门派，但是苏家岂是因他而起？苏家的秘密，他有资格也有必要知晓。很好，果然是苏家的大孝子。随后我控制着苏半夏站了起来，看向苏家家主大人，苏家的珍宝真的没了，一点都没了。苏家主哭丧着脸，珍宝阁地下1层和2层的宝物，是我自己去，还是你去拿？我冷漠道。苏家主脸色大变，定是那苏半夏告知魔甲。3长老脸色阴沉，心中骂了一句混账东西。4长老咬牙切齿，胳膊往外拐。也在这时，我的魂海中浮现2道信息：灵血转化为精气境的进度100%，境界提升，精气境一重。穿在苏半夏身上的暗星魔衣微微起了一层星芒，接着一股精气境的气势往外扩散。难道这是要升级了吗？想提前看小说《盔甲》的宝子们，可下载今日头条，搜索小说《盔甲》可提前观看。注意是搜索小说《盔甲》这4个字哦。